白宫无钱还债，哪儿来的钱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呢？这是一场豪赌，用战争来赌美国的明天。大家好，欢迎来到邵特产观察室。消息显示，美国计划再向乌克兰提供1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帮助泽连斯基呢当局对火箭弹以及这个地空导弹以及无人机等武装进行防御。而一旦该军援落实，那么美国自2022年2月份以来至今为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总额已经超过了370亿美元。为了借乌克兰的手对付俄罗斯，美国过去1年呢频繁的去填乌克兰这个无底洞，如今已经不再是什么稀罕的事件了。之所以提及，是因为这牵扯出了另一起事儿，那就是美国当真是无钱还债吗？在这之前有传言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声称的美国很有可能会在6月1日产生国家债务违约。对此，拜登政府试图一步到位，将债务上限从31.4变成51.4万亿，直接增加20万亿美元。这也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美元外汇以及美元计价的资产都会大大贬值。贬值多少？来说个例子那就是100美元会缩成64美元。可如果要举个大例子，那就是我国现有的持有的将近8600亿美元的美债，等于直接缩水成5500亿美元。当然，美国的目的不是缩水，而是在告诉全世界他不想还钱了。美国暂时未就此进行正面回应，不过如果消息属实的话，那这个暴雷可比什么瑞信银行破产是大多了。美国债务情况都这么严重了，又是哪来的钱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援呢？这就不禁让人怀疑美国的财政情况是否真的如美国所说的那么糟糕，又或者美国只想用这种方式来赖账不还钱，好让投资者为他们的行为买单。不管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美国这种做法会让投资者对美国的信用持续产生怀疑，失去信心，严重点可能会导致投资者加速去美元化，比如重新评估他们在美国的投资的同时，将目光看向人民币。所以在这儿借网友的一句话，如果是假的，那我希望是真的，而如果是真的，那我希望是假的。总之吧，让美国为自己的那点小心思、小九九付出代价。未来美国想要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来扩大自己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影响力，他估计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而至于另一种可能也有，如果美国在真的面临财政危机的情况下，还向乌克兰提供军援，如此做法更加让外界坚信了美国是想用这一场战争来赌美国的明天。坦白说呢，这是一场豪赌，但美国已经没有任何的路可以走。援助一旦停了，战争很快也就会停，乌克兰撑不了多久。而乌克兰要战败，美国过去1年提供的370亿美元的军援就会成为一把锋利的刀刺向拜登政府。拜登想连任，这可能性就为零了。当然这是站在美国的角度，而站在乌克兰的角度呢，那就是另一个好消息。需要白宫这个危机时刻提供军事援助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乌克兰快打不下去了。打不下去怎么办？12亿军援那就是美国的答案。打不下去你也得打呀。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